宇宙是如何形成的？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问题。目前，科学界对于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多种理论，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是宇宙大爆炸理论。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，宇宙起源于一个高密度、高温、高能量的物质起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物质在一瞬间爆炸膨胀，形成了宇宙。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基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原理的，它可以解释很多宇宙中的自然现象，比如宇宙的膨胀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、原初核合成等，也得到了很多实验和观测的支持。但是，宇宙大爆炸理论并不是完美的，它仍然有一些困难和未解之谜，比如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，宇宙的加速膨胀的原因，宇宙的初始条件和起点的性质等。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，宇宙的形成和演化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。普朗克时期 Planck Epoch， 这是宇宙诞生的第一个瞬间，也是最早的一个时期，大约发生在宇宙诞生后10⁻43秒内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的温度和密度都达到了极限，时空和物质都不存在，只有一个起点。这个起点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，可能是一个无限小的点，也可能是一个有限的区域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的4种基本相互作用——引力、电磁力、弱相互作用、强相互作用，可能是统一在一起的，形成一个单一的原始作用力。由于这个时期的物理条件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理论和实验的范围，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非常有限，只能依靠一些假设和推测。大统一时期 Grand Unified Epoch， 这是宇宙诞生后的第2个瞬间，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，大约发生在宇宙诞生后10⁻43秒到10⁻36秒之间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的温度和密度开始降低，时空和物质开始出现，原始作用力开始分裂。首先，引力从原始作用力中分离出来，形成了自己的相互作用。然后，原始作用力剩下的部分分裂为电弱统一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。电弱统一相互作用是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的统一，它可以描述高能量下的电磁和弱相互作用的行为。强相互作用是描述夸克和胶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，它可以束缚夸克和胶子形成质子、中子等复合粒子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中的物质主要是由夸克、胶子、氢子、电子、中微子等和它们的反粒子组成的，它们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，不断的相互碰撞、湮灭和产生。电弱时期 Electrolytic Epoch， 这是宇宙诞生后的第3个瞬间，也是一个很短的时期，大约发生在宇宙诞生后10⁻36秒到10⁻12秒之间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的温度和密度继续降低，电弱统一相互作用开始分裂为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。这个分裂的过程被称为电弱对称性破缺，它是由希格斯场引起的。希格斯场是一种存在于整个宇宙的场，它可以赋予粒子质量。在电弱对称性破缺之前，希格斯场的值为0，所有的粒子都没有质量。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是统一的。在电弱对称性破缺之后，希格斯场的值不为0，所有与希格斯场有相互作用的粒子都获得了质量。电磁力和弱相互作用分离了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中的物质仍然是由夸克、胶子、氢子和它们的反粒子组成的，但是它们的质量和相互作用发生了变化。除了希格斯场之外，这个时期还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场，比如暴胀场，它们可能对宇宙的演化有重要的影响。暴胀时期 Inflationary Epoch， 这是宇宙诞生后的第4个瞬间，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，大约发生在宇宙诞生后10⁻36秒到10⁻32秒之间。在这个时期，宇宙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指数膨胀，它的尺度至少增大了25倍。
也就是说，宇宙从一个原子核大小的区域膨胀到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。这次膨胀的原因是由于宇宙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场，称为暴胀场。这个场具有非常大的真空能，可以推动宇宙快速膨胀。暴胀场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，可能是希格斯场的一种形式，也可能是其他的场。暴胀时期对宇宙的演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，它可以解决一些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困难，比如平坦性问题、世界问题、磁单极问题等。它还可以解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各项同性和微小的涨落，以及宇宙中的大尺度结构的形成。暴胀时期结束之后，暴胀场会衰变为其他的粒子，这个过程被称为重加热。在电离约38万年，在原初核合成之后，宇宙中的原子核和电子结合成了中性的氢原子和氦原子。这些中性原子可以吸收和散射光子，使得宇宙变得不透明。但随着宇宙的膨胀，宇宙的温度降低至大约3000 K， 光子的能量不足以再把原子电离。此时，光子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弱，光子开始自由地传播，不再受到原子的阻碍。这些光子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最古老的光，它记录了宇宙在电离时期的信息，是研究宇宙早期演化的重要线索。宇宙在电离之后，宇宙变得透明，也变得更加均匀。但是，宇宙中的物质并不是完全均匀的，而是存在着微小的密度涨落。这些密度涨落是由暴胀时期的量子涨落放大而成的。它们是宇宙中大尺度结构形成的种子。大尺度结构形成约1亿年，在宇宙在电离之后，宇宙中的物质开始在重力的作用下聚集，形成更大的结构。首先，物质聚集成了原始星系，然后原始星系进一步合并成了星系，星系之间也会相互吸引，形成了星系团和超星系团。这些不同尺度的结构就构成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。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是由暗物质主导的，因为暗物质占宇宙中物质总量的大约85%。暗物质是一种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物质，它只能通过重力和其他物质相互作用。暗物质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，但它在宇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它为可见物质提供了一个重力示警，使得可见物质能够聚集在一起，形成恒星和星系。可见物质主要是由氢和氦组成的，它们在暗物质的重力示警中形成了巨大的气体云。这些气体云就是恒星形成的场所。恒星形成约2亿年，在宇宙诞生后约2亿年，宇宙中出现了第一代恒星，也被称为人类学者。这些恒星是由原始的氢和氦气体云在重力的作用下塌缩而成的，它们的质量非常大，有些甚至达到了太阳质量的100倍以上。这些恒星的寿命很短，只有几百万年。它们在核聚变过程中产生了更重的元素，比如碳、氮、氧等，并在爆发为超新星时将这些元素散布到宇宙空间。这些元素为后来的恒星和行星的形成提供了原料。第一代恒星的光照亮了宇宙，也改变了宇宙的化学组成，为宇宙的演化开启了新的篇章。行星形成约45亿年，在宇宙诞生后约95亿年，我们的太阳系开始形成。太阳系是由一个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在重力的作用下塌缩而成的。在塌缩的过程中，云团开始旋转，并形成了一个扁平的旋转盘。在旋转盘的中心，气体和尘埃的密度最高，温度最高，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恒星，就是我们的太阳。在旋转盘的外围，气体和尘埃的密度较低，温度较低，形成了许多小的团块，就是我们的行星。在行星形成的过程中，团块之间会发生碰撞和合并，
形成更大的团块，最终形成了8颗主要的行星和许多小行星、卫星等。我们的地球就是其中之一，它是由岩石和金属组成的，位于太阳系的是居带，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温度和水。谢谢观看。